是林燕老师，今天我们开始学拼音啦。今天是多少课呢？第30课啦。几号呢？当然是11月了，11月12号。周四，老师说过的，周四是口语啊。星期四，老师也说过的，星期四是书面语啊。好的，今天我们开始学拼音啦。之前有个同学问老师，你为什么不教拼音呢？老师说，我答应你啦，因为你想学嘛，对吧？应该还有很多同学想要学拼音。好，今天就是我们的拼音第一课。从最开始的3个元音开始学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啊，一张嘴是这样的，发的声音比较大哦。这个就是啊。第二个呢是喔，喔，看老师的嘴，喔，喔。像一张嘴里含了一个乒乓球，喔，喔。第3个呢？声音在这里，声音在这里，声音在嗓子眼这里发出来，就是今天我们学的啊、喔、啊、喔、我可以用汉字来让你觉得这3个字母更形象一点，也更容易记住一点。什么汉字呢？啊，我们平常想表达吃惊的表情和感叹的表情的时候，我们说啊啊，4声啊，啊，然后呢，还有3声啊，原来你也在这里啊。还有呢，啊啊，4声，就是很吃惊的样子啊啊，看，很吃惊的样子啊，然后呢，啊啊，不是很吃惊的样子啊，我明白了啊。好，喔呢，我们有一个对应的字啊。通常呢，我们是说公
公鸡在早晨的时候，它说喔喔喔，喔喔，喔不是公鸡发出来的声音，是人类在表示感叹的时候发出来的声音。然后，哇，喔喔喔，这个是公鸡发出来的是这个三声啊，喔喔喔。然后呢，第三个元音，声音在这里发的很短促，不是很靠后，声音比较清晰。汉语的发音比较清晰、短促，音节分明。我们用一个常用的字啊，就是我们肚子饿啦，我今天很饿，就是这个饿。就是有一股气体从身体里发出来，三声，对吧？好，今天我们有一点点开始了解汉语的拼音以及发声，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之后，我们的字母在拼音组合的时候都会带上一个声调。如果没有声调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表明我们说的是哪一个字。好，啊，一声在哪里？在这。啊，诶，二声没有。啊，两个四声，对吧？我，然后呢是好，老师写一下啊。1、2、3、4声，1、2、3、4声，我们通常是在这里再写一下啊，1、2、3、4，一声平，是平的啊，二声扬，挑起来的，三声褶，先下来再上去，四声下，四声是往下下，对吧？能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吗？平，你看，平这样走，二声扬起来，三声褶，先下后上，四声下。好，看明白了吗？这个声
平，二声扬，三声折，先下后上，四声下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我们现在要给我们的这个元音啊标一个一声，你看它是一声嘛。然后呢，这个公鸡的喔喔喔，三声喔喔喔。然后呢，我很饿，肚子很饿，四声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最开始的3个元音啊。如果在拼音格子里写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？是老师画一下4线3格，写到中间的这条线里3/4的圆，然后竖小弯就是啊。然后窝呢，4线3格，写到中间是一个很圆的圆，就是窝。然后呢4线3格，也写到中间，就是好，这就是我们拼音的最开始的3个元音啊、喔、很清楚的把它发出来。对应的汉字，我们看到了对应的汉字啊！你是一个很棒的学生呐！喔喔喔，公鸡叫啦，起床啦！做一个好学生，今天要起床去上学，去工作。对，我们是已经工作的人，我们要听到公鸡叫喔喔喔，我们要起床去工作。工作了大半天啦，我肚子饿啦，肚子饿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啊、喔、3个元音。然后呢，我们第一次了解到了声调，一声平，二声扬，三声折，四声下。好，记住了吗？这是第一课啊，我们开启了学习拼音之路。那么之后，如果标有拼音的汉字，你就可以读出来了，慢慢再理解它的意思，对吗？希望能让你提起对学习汉语的信心和勇气啊！好，今天的课呢，我们就上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对林燕老师的课感到非常满意，那么一定不要忘了看看屏幕右下角，给林燕老师一个订阅，林燕老师会非常开心的。之后也会给大家附上 PPT 的文字版的内容，以及朗诵的一首非常优美的散文，还有作业啊！好，一定不要忘了。
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啦，再见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你